终于全开工作室的螳螂装甲套装终于是来了，从一个人形态的一个武装装甲，还可以变形成一个螳螂形态，甚至你还能发挥想象，变成一个人马拿着弓箭的形态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么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？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首先在盒子的正面呢，本次采用的是一个马卡龙的配色，粉色再配上一个浅绿色，整体设计感还是比较足的。在盒子的侧面呢，还会有一些模型的一个实物图。而模型的板件方面呢，本次也是提供了一个快拆的设计，大家如果觉得板件太大，也可以将其直接对应的直接拆开来，也方便了快速清版。同时，本次的外甲方面呢，因为有很多细节，在这些细节上面全部采用的是预涂装的方式，整体涂装的漆面呢还算是不错，这样子会大大提高宿主之后的一个完成度。金属纪念币这次也没有少，本次呢金属纪念币也采用了一个绿色的主题色，上面的人物形象呢也变成了螳螂套装里面的弯机的一个马尾造型。然后还会有一袋小零件，里面是手型以及本次的驾驶员小土豆，接着还会有一袋磁铁。本次的说明书非常有意思，在说明书的正面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网页的布局。打开来之后呢，大家就可以发现，它整体的说明书用了一个网页官方主页的一个介绍方式，很巧妙的将这个螳螂装甲弯机的一个机甲设定，也就是机设表现出来，甚至全该还丧心病狂的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个用户回答，很生动的将弯机的一些小设定、小细节写出来了。那么接着咱们就来看一下本体的表现。首先是常规的一个素体，本次素体呢采用的是 2.0 的素体，关节部分呢全部都改成了 POK 键，所以说整体的把玩性呢会更高。因为是套装嘛，所以说本次在配色方面呢也会进行了一定的调整，比如脚部这边的黑色以及身上各处的绿色，全部都是轻规的一个颜色。包括面部这边的眼睛的透明键呢，也是从蓝色变成了绿色，并且整体的结构是没有变化的，面部依旧带磁吸，所以素体版本里面的这些面部表情呢，也是可以给咱们这个套装版本来进行使用的。因为本次套装沿用的是 2.0 的多米素体，所以说整体的可能范围呢，全部跟 2.0 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之前发的那期 2.0 多米的一个视频，整体把玩的手感呢是非常棒，可能范围也非常大。接着咱们就来看一下本次的螳螂套装了，主色采用的是嫩绿色，灵感来自于中华大刀糖。如果说多米是一个可动非常好，并且接口非常多的一个实用性素体，那么螳螂装甲就是在这个底子上给它增添了更多的玩法，更多的造型。在它身上各处的这个铠甲细节呢，也是能看出整个一个螳螂的造型，比如它后方的这个推进器就能看到是螳螂的一个翅膀，而在两边的侧裙甲呢，就是螳螂的一个后足了。在弯机的脑袋后方呢，有一个马尾的造型是可以活动的，后方这个红色零件呢是可以旋转，并且它是可以单独取下来的。取下来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通过头部前方的这个孔洞安装上去，变成一个面罩的一个样式了。手臂处的这个小臂甲呢是有一个锯齿状的细节，同时它是可以拉出的，有两段的关节旋转，通过小臂进行旋转，可以变成螳螂的镰刀。收纳呢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收纳，整体把玩起来的活动性呢是非常高的。在小腿处这边，大家可以发现整个小腿是进行了一个替换，整个接地呢是依靠后方这边的黄色零件，因为中间的连件是没有变换的，所以说整体的活动角度不受影响。身体后方的推进器呢，通过插装连接在腰部的孔洞上。推进器两边的这个翅膀呢是用球冠进行连接的，并且翅膀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角度调节，所以咱们只需要将这个翅膀打开，并且将角度向上，就可以实现一个螳螂振翅高飞的一个样子。推进器的正中间上方这边还有一个提供能源的一个电池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装电池，这个孔洞也可以用来装其他的配件。整个推进器这边呢还能看到一些管道以及预装的细节，增加了整体的一个机械感。后方这边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，它其实是一个驾驶舱，内部驾舱是可以打开，里面是咱们的吉祥物小土豆，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无人机了。两边这边的机翼呢是可以进行翻折展开的，可以变成一个小黄雀的一个无人机，用来侦查一些敌方的情报和信息。推进器两边的这个鞘翅呢，上方这个零件是可以将其拆下来的，拆来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巨型的一个刀刃，握把是可以进行活动的，搭配上素体不错的可动底子摆这种双刀的造型是非常帅气的。再加上它身上的接口足够多，并且都是通用的，可以完全的自由搭配。比如我这样子将它背后的这个推进器安装在手部，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类似洛克人一样的手臂炮了。侧裙甲的翅膀拆下来的这两个刀刃呢，可以通过前裙甲来进行一个连接，将其连接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组合的大剑。通过附带的斜握插装手型呢，也是可以稳稳的握持在手中的。
而本次螳螂装甲呢，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玩法，就是它的一体变形。咱们先将这个脚部呢进行一个角度的旋转，接着咱们将视角放到推进器这边，它这边是有一个装位，可以将其拉下。拉下之后，咱们对准在大腿上的这个孔洞，将其对准按紧。另一边的腿部呢也是同样的操作，这样子将两个腿部安装到位。接着咱们视角来到它的侧裙甲，侧裙甲这边呢将它的后足拉出，翻折一下，调整一下角度，这样子整个后方呢就变形好了。最后，咱们视角来到手部，首先将手臂旋转，然后将前方的这个小臂零件呢，将其翻折出来，然后将前方的镰刀处旋转180度，然后适当的调整一下角度，这样子螳螂的这个前足，也就是镰刀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的变形难度呢并不高，只需要几步就可以变形完成，并且是一体变形，不需要拆装任何的零件。整体螳螂的元素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你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它是螳螂。四只后足以及比较明显的前足都是有还原到的，并且这个形态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武器。首先它会有一把连弩，而原来拆下来的素体小腿呢就可以直接安装在连弩的装位上面，在这个腿部后方呢安装两个小匕首，就可以形成一把弓箭。而咱们的弯击螳螂形态呢，刚好有4个后足，这样子就可以形成一个类似于人马的造型，搭配上组合出来的弓箭呢，就可以摆出一个射弓的一个样子。特别是它因为有多方位的孔洞连接嘛，还可以搭配上一些特效键来进行使用，这样子会更帅气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基因干涉螳螂装甲弯击的一个简单的展示了。说实话，玩得非常爽啊！关节的设计以及它关节用的 POG 材料，整体把玩起来非常紧实，玩起来的手感非常棒。同时，螳螂装甲的加入呢，让整体多米的一个素体玩法呢更加丰富。个人感觉的话，大家如果喜欢自低或者喜欢超强的可动，并且喜欢这种机械感比较足一点的机娘呢，那么该款产品呢还是值得推荐的。就算是不喜欢装甲，买一个单素体的版本用来自行把玩或者用来自行 DIY 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款产品因为有多处的接口嘛，所以说各种改件也是层出不穷。我甚至也是购买了一套改件啊，一个牛仔的多米改件，到时候改出来之后呢，也给大家做一期视频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3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